欢迎来到羽毛球自学之路，我是 Danny。好，那今天呢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正手高远球。那因为我上一集讲了反手高远球，看起来有一些比较深奥的技术名词，蛮多人其实不懂。那就在敲碗正手高远球，那我们就直接来正手高远球吧。好，我们直接切入主题。那正手高远球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必须把一个比较复杂的动作，我们把它拆解开来。那我这边呢，就前面先做一下正手高远球的练习的简单的动作模仿练习。那后面呢，我会讲一下一些正手高远球你在练习的时候必须先了解的细节。那这些细节为什么要讲得很清楚呢？其实你一直练没有用哈。那如果这些细节呢，你清楚的时候呢，这些细节在你练的时候，你就会认真调节你的细节。那这些细节呢，将能够帮助你的练习呢更有效率，你练起来的正手高远球就会很有威力哦，真的很有威力。好，也许你练起来之后，你自己都会吓到。OK， 好，那我们呢现在开始来介绍一下正手高远球的第一个部分哈。那我们希望你在练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拆解成3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架拍，好架拍，好架拍，好，各位应该有看到我的架拍呢，是呈现一个非常平的哈，就是我的肩膀是呈现这个姿势，啊非常平，呈现这个姿势，而且是一个直线哈，你会看到有一个直线的感觉，而且呢，你的重心呢在你的右脚，重心在右脚，啊重心在右脚，重心在右脚，啊重心在右脚，啊第一个我们就是做一个架拍的动作，啊架拍的重心完全在右脚。好，所以我们做好架拍。那架拍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掌呢，你一定会问说是这一面还是这一面？好，我现在转过来架给你看，比较清楚一点哈。你一定会说，那我架拍的时候，我的手是要这样还是要这样？哈，这边就直接给你答案。哈，架拍的时候呢，你是掌心朝外，哦，掌心朝外就像这样，掌心朝外，所以你看到我很明显的掌心朝外。OK， 掌心朝外，好。掌心朝外这个是第一个动作架拍，那重心在右边，重心在右边，好架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你就已经做完成了哈，看前面哈。那第二个动作呢，第二个部分呢，你把重心往前移，重心往前移就是你看我们现在重心在左脚，我左脚可以完全举起来，重心在右脚，那你重心往前移，重心往前移，好，那往前移的时候呢，同时呢，提肩抬肘，好，提肩抬肘。提肩抬肘，可是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呢，先不要完全转过去。那为什么不要完全转过去呢？因为等一下我希望你的转体跟挥拍是一贯性的，啊，转体挥拍是一贯性的。那这样子你才能够练到转体挥拍的那个感觉。好，我们来一下，来架拍，好，重心在右脚，好，再来重心移到左脚，沉肩，好，沉肩抬肘，好，沉肩抬肘。那我们第3个部分呢，就是做转体内旋挥拍。好，转体内旋挥拍。好，我们直接第3个部分。我现在做第3个部分给你看。第3个部分，转体内旋挥拍。我们转体哦，我现在做慢动作，故意做慢一下哈。转体内旋，好，挥拍卸力，好，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好，我把第3个动作做快一点哈。好，第一个动作，第2个动作沉肩、提肩、抬肘。第3个动作，出你的髋，推髋转腰，内旋挥拍同时做。好，就是这样做。OK， 好，我现在做一个完整的架拍，移重心，沉肩，抬肘，挥拍。好，这就是正手拍你要练的3个动作。那一开始练这些动作的时候呢，我一样希望你呢，不要去打球，你想办法去做出这个感觉，你的重心转换，啊，重心转换，重心在后脚，重心到前脚。那前脚的时候呢，你尽量做出提肩的动作。所以你看我一提肩，你看我肩膀是提肩，一提肩之后，你的肘就会往上抬，哦，肘往上抬之后，接下来你只要做一个转腰出拍。那你的手呢，只要把拍子抓紧，你记得抓紧拍子就好，这样想就好，先不要去管怎么挥。我等一下会跟你解释一下，你的内旋自然会生成，哦，啊，你就做这样，哦，所以你会很明显看到我的腰在动，我还刻意做出腰在动的感觉给你看。啊，你的拍子就会出去了。OK， 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你在练正手高远球的时候的一些
细节步骤啊，这些细节步骤就蛮重要的哈。那我们就慢慢来讲。啊，第一个是身体的上引的重要性。那上引呢，其实我们刚刚呢在分解动作里面已经有巧妙的利用一个动作来让你去习惯那个上引的动作。这个上引的感觉是什么？上引的感觉就是你架拍，重心在右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去把重心移到左脚的时候，你移到左脚，那你的左脚呢不要完全踩下去，你的左脚有点垫脚尖，希望你的左脚呢是垫脚尖，你的左脚是垫脚尖的感觉 ，OK， 好，你看重心在后脚，移到左边的时候，你看我是垫脚尖的感觉，垫脚尖，那你把身体垫起来，你看我身体就是一个起来的动作，那这边呢，同时有个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就是你左肩收手的时候，沉着的时候，我们希望你的肩膀是这样抬上来的，抬上来的，那你身体就会出现一个上引动作，有没有看到？我这边就拉起来了，拉起来，就会出现一个拉起来的动作，然后再挥拍，所以这个上引是很重要的。这个上引呢，因为我们打羽毛球呢，我们的力量其实都来自于脚，是真正的起点，你的脚是你的真正的起点，所以这个上引的动作是把身体推上来的动作。那这个推上来的动作呢，就会造成你有一个转体推髋的动作。那这个力量就是这样来的，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完全无重力的世界呢，其实你是没办法发力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活在一个有重力的世界？所以多的力量是哪来的？多的力量我们就是跟地面借，就有个反作用力。那我在这边我提早做一个凌空转体的动作给你看，将来你这个动作做熟练之后呢，这个上引动作做熟练之后呢，其实你就会变成这样子，你就会变成直接会跳起来，你就会直接出现一个跳起来的动作，你就会跳起来，你就会出现一个跳起来的动作。那这个跳起来的动作呢，就是为什么你一开始就要练上引的事情，一开始就要练上引这个动作。那你练这个上引动作，就会习惯把力跟地面借反用力借上来，而且呢，这个正手拍在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这样侧挥的力量，它的力量是往上打出去，所以它力量比较像是垂直的。你如果看一下我的拍子，我的拍子是往上打出去的，是这样出去的，并不是这样旁边挥的，所以我们借上来的力量往前打出去。力量流是这种感觉，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力量的由内而外发力。什么叫由内？那我们内就是这一块，我们的核心肌群就是内，外是什么？你的手。所以说呢，我们会希望你的手在动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你的由内而外去带它，也就是手我要往前挥，这样挥是错的，这样挥是错的。各位你一定很常看过这个动作，很多人打高尔夫就长这样。就长这样，它就长这样，长这样。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它在这边用力，所以你会看到拍子先走，身体没有动，这个力量就是由外而内，这种动作压腕，也是由外而内，外面在出力，里面都没有出力。那什么叫由内而外呢？就是你的力量的传导，还有你的动作的移动，全部都是由里面去发动的。那我们在挥拍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动作，你看我转体之后，我要挥拍的时候，我内在哪里？在我的这里核心，我这里一转动就带动我的上肩，肩膀提上来，走出来之后，然后我让我的手甩出去。那我现在呢，直接做一个我手比较没办法发力的感觉给你看。我就用这样子，两只手夹着我的拍子就好了，那我就没办法让对我的手用力。你看这样你怎么用力挥？没办法用力挥，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由内而外发力，由内而外发力，我只赶快把拍子捏着而已，我的手自己会甩出去，它自己会甩出去，这个叫由内而外发力。那事实上呢，在羽毛球里面呢，几乎所有的动作都是由内而外发力。那如果说你看到有人的动作不是由内而外发力的话，这个最大原则他违背的话，他不是故意的或是很勉强被逼的不要由内而外发力的话，基本上你都要怀疑那个动作可能是有问题的。接下来呢，这一部分我们讲一下临位击球这个观念。临位击球呢，这个临位呢，现在在
打排球还有棒球投手这个部分呢，都已经开始在建立这个观念了。那临位呢，到底什么叫临位击球？各位，如果你可以身边刚好有你看着影片，其实如果你可以站起来的话，你可以跟我做这个动作哈。我们的手呢，你就手举起来，手举起来，先举起来，你的手举起来，手举起来，你摸一下你这个肩胛骨下面这个肌肉，大概就刚好是这个位置，你的手尽量往后摸哈，尽量往后摸这个位置，刚好摸到这里哈。然后你刚好做一个你的拍子这样往后往前的动作，这有点像我们挥拍的动作哈，往后往前的动作。你应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有3块肌肉，这里其实有3块小肌肉，就是控制我们把我们的手托着的肌肉，那如果呢，这个时候呢，你把你站得直直的哈，你把你的手举很高，举很高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会看到我的头跟我的身体的夹角变很小，这时候你要摸了你的肌肉，这时候你往前后动看看，你会发现动得有点辛苦，而且有一块肌肉会非常非常紧，非常非常紧。好，那我现在就把后面的肌肉模拟给你看哈。后面有这3条肌肉，如果说你的手往上抬很多的时候呢，这一条肌肉呢就会变得超级紧绷。那临位是什么呢？临位就是这3条小肌肉，平均的拉着你的手臂。我们的手臂挥出去的时候，它为什么可以稳定？就是靠那3条肌肉去控制你的方向。那什么叫临位呢？临位就是你的手在这个最舒服的角度，跟你的头跟你的躯干保持这样就不是临位哈，这样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角度，这个夹角很小。临位就是比较舒服的哈，我现在动看看，这样比较舒服，你会觉得你的肩膀比较舒服，手可以很轻松的往前挥，这比较舒服，所以这个就是你的临位。所以呢，这个临位的证明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去看很多选手，他们在跳杀的时候，他们为了抢高点，那我说你就一定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你的临位，你打球不就在这里？打球不在这里不是最高点最高点不是在这里。那我们看到选手跳杀他们怎么做？选手跳杀呢，他会做这个动作，他会让他的跳杀变成这个动作。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拍子最高？朝天了，拍子朝天了哈。你会看到拍子朝天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会长成什么样子？我再做一次哈。它会呈现一个这样的动作，朝天。那你会看到呢，我的上身呢会去跟我的肩膀保持一个临位，也就是说呢，我的上身要左撇，这是最舒服的，这是最舒服的。而且这最舒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最用力，因为你的骨头，我们这边有个肩胛骨，里面有个肩窝，那你的骨头上颌骨呢是事实上在那个凹槽里面，你如果往某一边紧绷的话，就很容易去挤到，那当你呢在临位击球的时候呢，他跟你在临位击球的时候呢，在临位击球的时候呢，它会跟你的肩胛骨保持一个最远的距离，平均的分布最远的距离，所以它是一个最适合、最用力的动作，所以你要保持临位。所以也就是说呢，你如果在提肩顶走的时候呢，你不能故意靠，你如果故意靠的话，你的肩膀一定会受伤。那你说，那你要提高一点可以，如果你确定你要提很高的话，你就是身体要配合，再出拍，这样你就是会做一个临位出拍，临位击球，这样是最安全的，这个很重要，你不是只有一昧的提肩，一昧的抬走，这样会出问题的，所以你要保持你的手跟你的上身呈现一个临位的状态的话，你很用力都不太会受伤，这个就是临位击球。接下来我们讲内旋出拍。什么叫内旋？你拍子由外面转进来这个动作，转进来这个动作，叫内旋，转进来往你身体里面转进来叫内旋。OK， 好，那内旋这个动作呢，我希望各位去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内旋其实并不是一个刻意的动作，它有点像是因为我们握拍跟因为我们架拍，还有我希望我们的身体力学呢发挥最大效果的时候，它必须发生的一个动作。怎么讲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握拍哈。我们的握拍呢，就是拍子上有大面、小面跟侧面。
那我们正手握拍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把你的大面靠在你食指的第一个指节，好，第一个指节，好。那你的大拇指的侧边也靠近大面，所以等于是你的拍子是2个大面夹起来，把拍子握起来，好，把拍子握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你的食指呢跟你的大拇指呢，好，食指呢就比大拇指高一点点，好，这样子就是一个正手握拍的动作，正手握拍的动作 ，OK， 正手握拍。那我们在击球的瞬间呢，事实上我们要抓紧，击球瞬间抓紧会变成这样，你直接抓紧，你会看到抓紧的时候呢，这个部分是没有缝的。那为什么平常要放松？平常放松是因为呢，为了要变拍啊，比如说我正拍需要变反拍，你看我瞬间变反拍，我只是推动一个捻动，它就变反拍了。所以你平常还没有打球之前，你不知道球会怎么来，所以你也不知道那握拍要怎么确定，所以你必须保持一个随时可以变拍的姿势啊，像一推这样随时可以变拍的姿势。随时可以变拍的姿势，变反拍的姿势啊，随时可以变拍。那所以说一开始是握这样，那等你我刚刚讲抓拍，等一下后面会讲抓拍，抓拍的时候你才会把拍子整个抓上去。好，那这个内旋呢，就跟抓拍是有点关系的。好，这个内旋跟抓拍有点关系的。好，那抓拍会发生什么事呢？其实你看我现在拍子拿这样，你看我抓拍的时候会这样抓紧一个动作，好，抓紧一个动作叫抓拍，就抓紧。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架拍，我们架拍，好，架拍，我们刚刚这样架拍嘛，对不对？好，架拍，好，当我引肩抬走的时候，啊，我还是一样正手拍，好，我转体，啊，刚刚转体，你看到我转体之后呢，我的拍子是呈现这个状态，可是我希望我的球是正击的，正击怎么办？哦，所以我的球就希望我的拍子，我希望我的手是一个正击，啊，正击。那旋转的时候呢，手腕是不能动的，啊，手腕是不能动的。你如果手不动，你手腕这样动是错的，哈，你就是转动你的小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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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转动你的小臂，哦，那这样子就会出现一个内旋的动作，哦，啊，因为我们手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往前，继续往前，继续往前，然后你发现你只要拍子一抓紧之后呢，你一抓紧。你的拍子其实就会这样翻，你拍子就会这样翻，其实是你的抓紧自然产生。你看我现在放松松的，哦，我现在放松松的，我抓紧，哦，我抓紧，你会看到它出现一个类似内旋的动作，你抓紧它就会出来了，抓紧它就会有了，啊，抓紧它就会有了。啊，等你抓完之后呢，打到球之后就是卸力的动作，啊，你这样子，啊，我抓紧，然后打完球立刻卸力放松，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很容易看错，就是说我们在击球的瞬间呢，我们是希望锁腕，击球是瞬间锁腕，只是锁完腕之后呢，一瞬间打到球瞬间就是放掉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选手呈现这个动作哈，啊，他就会呈现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是因为他手腕已经放掉了，那事实上他从头到尾他的腕都没有折。啊，从头到尾腕就是这样转过去而已，啊，转过去而已，啊，打完下来，啊，呈现一个这样的姿势，然后转过来做一遍给你看，你要比较清楚看到我的手，啊，比较清楚看到我的手，好，好，我们转体，我做慢一点，啊，转体，啊，在这边打到球之后，啊，临位打到球之后，啊，接下来我立刻卸力，我放松，它就会这样，它就呈现一个这样的姿势，啊，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内旋就是为了让你的身体能够抓拍，能够把拍子整个带过去，同时呢，借这个旋转力。那这里呢，我们就来补充一下，为什么希望去借这个旋转力哈？你跟我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旁边有球拍的话，拿起来会更简单哦。拍拿球拍，如果你拿了你的拍子，用刚刚正手握，你把你的拍子握紧啊，你把你的拍子握紧啊，你会发现你的拍子呢，你如果抓着它，旋转它。转不动啊！如果你握紧，你旋转它转不动。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腕呢，就是扭力比较好，但是它抗方向力很差，也就是这个方向力很差。为什么？我证明给你看哈！你看，我现在拍子转不动，啊，转不动，但是我打它，你看我撑不住，哦，撑不住，就是这个方向力很不住。你要，然后叫你抓紧，我先跟你讲，我要往上拨了，我顶住了，还是顶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手腕扭力很好。扭力很好，好，但是它这个上下力不好，所以说呢，如果你在打球的时候，
你是这样用力，那个力量是很弱的。比较强的是什么？比较强的是你这样打，手腕都不要动，你直接转动你的小臂，这样力量是最大的。只是说你要去找到一个正极的点，比较辛苦一点，这是真的。你要花一点时间去找，让你的拍子转正的时候打到球，这比较辛苦一点。这个部分比较辛苦。好，那这里呢就已经跟你解释完内旋怎么做，还有内旋不是刻意的，内旋是你握拍握对，你的架拍也架对，你出轴出拍轴抬得够高，你拍子要往前挥又要抓紧的时候，它自然会产生这个内旋。希望你的内旋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你刻意做。什么叫刻意做嘞？刻意做的内旋就长这样，刻意做的内旋我做给你看，就这样。然后我故意这样，我故意去挥，这样叫刻意做。也就是说，你的内旋不是由内而外带上去的，是你到这边你故意又挥一下，故意挥一下。你去打球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做，那他们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是，他们是看到在比赛的时候选手这样做。那为什么选手这样做呢？那是有时候是逼不得已的比如说选手打快速攻防战，他上拍了，但是他没有时间做内旋，他没有时间做转体，那怎么办？他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动作。这是逼不得已的。可是我们打高远球一定都是有时间的那为什么要用那么高肌力要求的动作去做高远球嘞？这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而且你别忘记了，我们是社会组或是一般打休闲，甚至偶尔打业余比赛，你的肌力的训练量不可能像选手可以这么强，可以这样练，这么强这样挥，对这个手腕的肌肉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你看我在这边挥，其实我也觉得很累，说实话我也觉得很累，我们不应该这样挥，我们是社会组，我们的肌力就弱，那我们就希望用什么？用最粗的这一条肌肉，腰力、核心力来打高远球，打起来就会轻松。好，那再来了呢，我们就讲一下抓拍卸力抓拍跟卸力我们就一起讲不用再分开了。抓拍卸力，那抓拍呢，我刚刚已经讲了，正手拍你握好之后呢，你把拍子抓紧，这个就叫抓拍，你把拍子抓紧至于说有人会有一些问题是说，那我的食指怎么放？其实呢，你在打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个感觉，就是你的正手拍打到球的时候呢，是你的食指的指腹第一节指腹在压拍子，就是这个感觉，这样压的感觉。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有些人他们在杀球的时候，他的食指是伸直的他的食指伸直就有点像我这样是伸直的其实有没有伸直，他锁住也可以，就是把拍子锁住。那有些人他真的会伸直，因为他有没有伸直其实不太影响他的杀球。为什么？因为力量在这边推，在这一节推下去，扣住拍子只是扣得更紧当然更好。但是有些人就是会伸直，因为他一样可以打他这样含住就够了他这样也够。所以如果你在挥拍的时候呢，你这个抓拍的动作呢，你一定要有抓到那个感觉，就是你的食指这个指腹贴着这个拍子的大面，这个感觉要出现这上面这样推下去，这个感觉要出现这个叫抓拍。那一抓完拍，一打完球之后呢，你把力量送给球之后呢，你立刻放开，立刻做一个松掉的动作立刻松掉就是一个卸力。那为什么在这里强调卸力呢？因为你很多动作你打完之后，你如果没有卸力的话，就会变成你的拍子死抓着，那你要动下一个动作的时候，你没办法动比如说我这样打好了你这样打下去，如果你抓紧，你要举起来就硬邦邦，你知道吗？如果是你有点抓完立刻卸力放松，你的手就不会沉那么下去，你就不会一直下去，你可以提早就可以收起来了。你要提早收起来，有点像这样你就可以拉起来如果你死抓着，你硬用力就变成这样你就很容易整个手丢出去，人也丢出去。那你卸力卸得越快的话呢，你准备下一拍的启动或者下一拍的准备，你就能够越快这样子。好，那以上就整理这些高远球的重点。所以呢，你在练每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注意这些重点这些重点你有没有拿捏到？好，那最后祝大家高远球都可以变得很厉害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谢谢各位。